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佑之，大家好。好，那现在呢，包括大家知道沈晶晶他们正在开，包括严雅婷，然后明天应小薇开严雅婷。那这两个严雅婷会不会影响到下礼拜大家讲的柯文哲下礼拜会不会也开严雅婷呢？但是针对这样一些状况，今天当然有记者直接问了，包括民众党总召黄国昌讲说啊，有没有可能也要开严雅婷啊？这些所有的状况，黄国昌也直接对呛，就告诉你说，2个月还不够吗？2个月还不够吗？要押人取供吗？是所有这样吗？当然，法务部长跟你说子虚乌有。这所有的一切跟侦办的一些过程来看的话，到底检方现在掌握了一些什么？真的柯文哲也会面临到严押庭吗？会被押吗？橘子现在还在日本，那所有音讯了然，那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最近所爬出来的柯文哲是不是真的有跟一些企业大佬之间有这样的金钱来，然后金钱去的一些状况？未来又会是怎么样？所有这样一些的情形，现在面对到的。任俊是就是严押庭嘛，最起码沈庆金开了严押庭，应巧薇要开严押庭，只是大家都知道这跟柯文哲之间一定有一个联动性，是看那个严押一些结果。而黄国昌直接讲的那段话是表示他们的态度跟立场，因为他是讲说有证据，你早就该起诉啦，那不起诉现在是怎么样？这个按照民众党一贯的回应那难道现在是民众党在指挥检方办案吗？还是检方必须要配合民众党办案呢？因为只要媒体写就是说你看现在是北检在帮这个周刊卖杂志吗？还是记者在指挥办案呢？同样的意思嘛。其实黄国昌今天讲说2个月还不够吗？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意外啦，因为黄国昌一贯的立场就是柯文哲自始就不该被收押嘛，所以他到今天为止的这个论述，我其实老实讲，我觉得正常啊。但他不会站在理性的这一套去跟你讨论嘛？什么样叫做理性？就最简单的是，在黄国昌嘴巴里面讲出那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叫做这个橘子的那一个，那他到今天为止，他没有要回来，也没有要出面，到最后检方用了一个把他转为被告的这个身份，那我就讲嘛如果今天民众党都认为外界在编故事，什么橘子身上可能有一个 USB， 可能橘子呢，我看那天看到有人下了个标题说柯喊穷，然后呢这个邱牵线，然后橘搬钱，如果这个都是假的，其实很简单嘛，民众党你们都认识，你们这些所谓的核心人士包含黄国昌你也认识橘子不然你怎么会讲说这个橘子是一个单纯的人嘛？那你现在你应该想办法找到他，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外界都在胡说八道，你赶快回来告诉大家，你手上没有 USB，你没有帮柯文哲搬钱，你们没有这边拿这个台面下的东西这边弄来弄去，这件事情对民众党来讲是最有利的证据也是最有利的说法，就包含我曾经讲过嘛，说如果金华城的这件事情，民众党的态度从头到尾认为柯文哲都是依法行政，你就找到那个当时在会议里面有告诉你说，没问题，那个市长，我跟你讲，我们的专业意见就是这样，你们这样做不会有问题。你找一个人出来帮你讲话就好那一天我这样讲完之后，被敏凤纠正说找不到嘛，因为那个我怎么敢？没有，你那时候讲，我原文给你转一次。那时候敏凤就讲说因为不同意的到最后都被换掉然后同意到最后反正也没会议记录没干嘛到最后就没了。就这些东西其实对民众党都有利但是民众党都没有所以你说今天的这个沈庆金的这个严押庭，因为明天早上还有应小薇。这2个人直接的连结对价其实就是金华城好，那现在检方看起来的这个说法了就是说他因为还有这个可能案情还有尚未明朗之处然后是不是还有潜藏的这个被告或者是这样，所以呢认为这个案子没有完。但沈庆金我认为是个指标啦或者沈庆金是个指标，原因是我们在画面上面有看到沈庆金在这被羁押之后出现在媒体前面被拍到的是看起来他状况真的不是很好，坐轮椅，包括后来住院，对，都是还包含住院，对，就已经搞到这样，但检方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要松手是。
就是柯文哲当时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啊。检方说考量他的身心状况，说 OK， 我可以让你这个不要来啊，我检方去啊，换我去就训也没问题。可是对于沈庆金的这件事情，看起来检方的态度非常硬。现在这个沈庆金的律师哦，他要拼的应该是拒保啦，当然就拒保停押嘛，就希望能够跟那个吴顺民一样，吴顺民一样啊。但检方自始没有要松这个手哦，没有要松这个手。所以我认为，当然这个今天的这个羁押庭，如果啦，在我们录影的就我们播出的当下，或者是呢这个稍晚之后，它的结果出来，我认为当然会被外界来做一个直接的连接。当然，也就是你如果法官他今天驳回你今天申请羁押的，你要有理由啊。那你的理由会是什么啊？如果说身体状况怎么样啊，那个准予他，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是，如果法官认为说你检方据此提出来说我要申请这个延押的理由不被法院接受的话，那接下来明天看的那个应小薇的部分，那怎么办？而且您刚刚特别提到吴顺民啊，吴顺民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应小薇的助理啊。那现在看起来，外界也有认为说吴顺民是不是转为污点证人？那吴顺民能够接触到的层级能到多大？看起来他跟应小薇有正相关嘛啊？那如果他跟应小薇相关，他又和盘托出哦，都坦诚了。然后呢，这一块对应小薇来讲，他的对价来自于应该还是吴顺民也有嘛？那应小薇会被羁押的程度会到什么？或他的这个合理性跟正当性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他当然会牵动到了柯文哲。如果说这两个到现在为止都有案情未明之处，你说柯文哲在这个上面会能够顺利的说哦，好吧，我就这个怎么样？我觉得有点难度哦，我觉得有点难度。那至于说是不是说我2个月的时间到，检方一定据以要起诉你，我也必须讲。检方现在的压力，其实我不认为会小。这个压力绝对不会来自于民众党啊，就民众党怎么样批评，反正那个已经很多次了。但我觉得接下来是北检要接受的，其实是社会的检验了。也就是我们在这边认为说，今天柯文哲有涉犯啊，就是说他疑似有这个状况的时候，检方有没有办法在这2个月里面掌握更详细的东西？因为政治现金跟金华城对我们来讲是2个案子。是2个不一样的案子，也就是说，你今天要开的是金华城的这件事情哦。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你说哦，我如果就掌握到了，就是说啊，朱雅虎他有坦诚说找几个人啊这样，那找几个人捐钱，跟找几个人捐钱是为了金华城，你检方也要有足够的东西去说服社会了啊。所以我觉得回来看就说，因为柯文哲被羁押的这个事情，现在除了民众党把他上纲到这个叫做政治事件之外。你看这1个礼拜这几天的发展，已经变为家庭事件了。他搞到变党内事件哦，大家批来批去说你没闭嘴，不能讲我家人，没怎样。然后蔡壁如还要回应说啊，这个你不然你叫记者不要问我啊，我讲的没超过或者什么。我认为他其实老实说，柯家的状况，我们那天节目里面讲过，就说没有人认为说柯爸爸、柯妈妈在这事情上面要被人家拿出来讨论。但请问，谁把柯家的情形公布在社会大众之前？也是你们柯家的人啊，也是你们民众党啊，不断的强调柯文哲现在的处境跟他家里的状况，导致这样，你们认为这个东西对司法来讲，你们极度的不信任。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理性的这一块。柯文哲的这些事件里面来说，难道是可以用家庭的这种所谓的亲情伦理大悲剧的事情，就能够完全去掩盖的吗？昨天当检方要申请延押的过程当中的时候，那当然检方也知道这是社会瞩目案件，一般这种涉足案件，所以他出了新闻稿。新闻稿在昨天跟观众朋友讲这新闻稿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说，你看检方一开始先讲的是我传这些人传了多少次 ，OK， 这是第一个，那表示我办案是非常积极的。第二个，他把各自不同的一些理由，应小薇还记得吗？我昨天就跟你讲，他里面特别告诉你一段，因为应小薇跟其他的证人或是其他共犯证词迥异，意思就是你说的跟人家不一样 ，OK， 这是一个。当然，应小薇跟沈庆金都有一个，还有其他可能共犯或其他的人还没有到案，说的是谁不知道，好吧？但是很多人会想，橘子1天不露面，1天不回来，这个理由是不是就存在？当然也不是说橘子一直不回来，你就一直要压着，因为总是案子有一个过程。至于2个月够不够，看每个案子不一样的设计，要不然当初法律也不会设计，就是有延押1次，要不然就直接设计只有1次 ，OK？ 那但是这个案子
又回到这个案子是不是有必要要做延押？刚才讲那些理由够不够？包括但沈晶晶因为身体的状况，那是另外一个考量。可是现在很多的一些爬出，任俊刚最起码切开一块，金华城有没有土地的问题？金华城有没有收贿的问题？这是金华城这一块，政治现金的这一块，这几天你看到太多的一些企业大佬，然后每个人出来，但到目前为止，最起码有2件事情你知道。第一个，谢国良出来跟你说，家族长辈有200万的事。黄崇仁有出来跟你说，你就衰，好不好？他就真的没有拿钱现金去给什么什么。柯文哲打电话来，然后结果呢就帮个忙，所以帮了穆可的这一段。当然也有人提到说，在这中间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建商大家在一起，然后有没有一些钱啦，或者说这些？但将军，光这些钱来钱去的说法，民进党告诉你，那是柯焕文，但最起码有2个一定不是柯焕文，对，谢国良一定不是柯焕文，是，黄崇仁一定不是柯焕文，是，其他的就算媒体再怎么说，那些人在庭上都有承认，我们这个地方不讲，你讲柯焕文，我们先不看，光这2个一定有吧？一定有。好，那从这些有，那你告诉我后面还有没有？我们不做评论，可是接下来呢，还有讲到蓝白合的一些东西在这里头。这个跟柯文哲也有关系吗？我先讲哦，这个 USB 里面的这些数字，1500，目前柯文哲经过了他们，包含自己，他都说这是时间了。这个 USB 里面的这些数字，1500，目前柯文哲经过了他们，包含自己，他都说这是时间了。那可是其他的，还有第2个人说这些数字是时间吗？没有啊。可是说这些数字不是时间的人，谢国良一个嘛，黄崇仁一个嘛，对不对？后面会不会更多人不知道？或许会，或许会，因为至少这一些被点名的人都没有跳出来说没有，那是时间。所以说是钱的几率越来越高。那么当然，你说柯文哲如果在选总统，或是募政治现金，或是在2022选举的时候募谢国良这200万，如果是真正的进了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也没什么嘛，大不了是超额罚钱而已。是，但是不会有这个所谓的保入私囊啊，或是藏起来。因为谢国良说家里长辈，后来讲说是要捐给民众党。对，他明白讲是给民众党。所以柯文哲这200万绝对不能放到自己口袋，也不能拿去乱用，就一定要先进民众党，因为人家就指定要这样做嘛。那么看来200万不见了。那么为什么柯文哲有这么大的魔力，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可以号召这么多，而且很多都是泛蓝的？你会发现，2014都是台派或是绿的捐给柯文哲钱，2020以后到2024之间都是蓝的。为什么到底2020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我告诉大家，因为绝大多数蓝营支持者心中有一个恐惧，就是怕2024国民党没有办法重返执政。这是国民党蓝营心中的一个恐惧。其实这个恐惧从2020韩国瑜选就已经在了，就觉得连韩国瑜都赢不了，侯友宜赢得了吗？这是蓝营内心的恐惧，造就了柯文哲募款的商机啊！我是用商机哦，我是用商机。为什么？这根本就是一场买卖嘛！当他觉得国民党你觉得侯友宜不容易赢的时候，你必然要来求我。蓝白合成局或是破局，关键在谁？柯文哲。柯文哲点头就成了，不点头就不成了。所以这些蓝营的有很多心生忧郁的这些企业家，或者是财团的老板，他想让国民党赢，他想要重返执政，怎么办？求柯文哲。求柯文哲。那这个求柯文哲，那如果说是正人君子啊，就是理念的沟通嘛。我们要未来重返执政要怎么做啊？让政治更亲民啊！如果这样子谈，这个蓝白合是他们想听到的。可是柯文哲偏偏他蓝白合的做法却是开价码。很多蓝营的这金主说什么？他很敢要。这表示柯文哲没有跟你们谈政策哦，没有跟你们谈理念哦，跟你们谈的是价钱，甚至还盛传嘛，不是一个人100万，一张餐票100万。柯文哲说：“我从来不开募产餐会，
我不开募款参会的，因为募款参会一张票是500、1000嘛，他要的是100万起跳，他当然不开募款参会啊。那个人是经过挑选的，谁来挑，谁来签，很重要。柯文哲眼中最高等的人是有权有钱的人，叫做权贵或者是高官。那么柯文哲没办法，他是个医生，他认识的人有限，所以需要中间一个牵线人，这是他最需要的第二等人，就是我的政商关系良好。我本身在政治界，或者我的家人在政治界有一定的分量，那大家当然就把这个事情怀疑到邱佩玲的身上嘛，因为邱佩玲是国民党这个邱创焕的女儿，当然在国民党内部，她认识很多高级的长官，那本身邱佩玲在于这个所谓的应对进退上也很得体。那正好是柯文哲缺的人啊，我蓝营有这个需求，可是我总不能柯文哲自己去跟人家谈吧，中间一定要有一个牵线人。那么就邱佩玲来讲，他乐当这个人，为什么？可以让国民党或是民众党，不管谁啦，可以把民进党拉下来。他觉得他做的是对的事，所以邱佩玲觉得他做的是对的事。可是呢，他当的这个牵线人对象的柯文哲却没有这么正义感，都跟你谈价钱啊。所以当然让这些蓝营的这些财团的支持者，财团我捐了钱给你，因为我捐给你，反正你也会，你迟早会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柯文哲在2024年，他去任何蓝营的场合，人家问他说会不会蓝白合，柯文哲都说会啦会啦，他都说会啦会啦会啦。到军系的场合，人家问他会不会蓝白合，会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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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会哦。这个会啦，我们当时想，哇，柯文哲好像有心要和哦，不对，原来会啦可以募款，对，是叫你汇款啦，不是汇合啦，对不对？蓝白会不会合？会啦，款赶快汇过来，汇款啦，这样很可怕那么这些钱进来，有现金的，有寄到 USB 的，然后这些钱到哪里去？这些钱他们估计一下，没有亿也有千万啊。那这些钱藏去哪里了？找不到所以说现在就是为什么找到了 USB， 就是我有钱出的记录，可是钱进到哪里去了？这记录找不到，所以很多人说找不到金流，不是找不到金流，金流源头找到了，但是它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它变成什么形状不知道。这个钱出去的时候是新台币，那么现在它还是新台币的样子吗？会不会变成房子的样子？会不会变成冷钱包的样子？会不会变成其他等价柯文哲想要它变成的样子？所以这是检察官要厘清的嘛。所以为什么沈庆京跟易小薇会申请延押？那未来柯文哲会不会延押？我觉得当然会啦，因为源头出来的钱找到，你说没有全部找到，那个 USB 里面加减应该千万甚至将近亿，都会在里面。那你说1500是时间，可是有人说他的200是钱，那么源头找到了，钱到哪里去了？那如果说源头找到了，钱找不到，那钱就要找橘子回来问嘛，要找陈佩琪来问嘛，要找所有帮柯文哲处理钱、处理这个基金会、处理这个智库、处理木可公司的李文忠来问。那这些钱一定要斗在，我想钱不会消失的。你不要认为说这个钱就不见，除非把它烧掉，否则钱一定存在，变成房子，变成票据，或是变成这个所谓的电子钱，这个冷钱币，那这些都会存在。可是呢，要把它还原。那柯文哲说没有就找不到啊，找不到还有一个问题，你所有的房子，你所有的财产，陈佩琪的理财法，你孩子出国去念书所拿的钱，还有你这些所谓商办，全部加起来，跟你柯文哲加陈佩琪历年来的所得会不会相等？如果不相等，这就是不明财物啊！而且在你最后从政的这10年急剧上升，所以我才说柯文哲现在不是认为找不到的钱的问题，找不到金流的问题，是你解释不清楚，而检察官是要帮你厘清，替你厘清，这不是压人取供，这是全民都想知道的事情，钱到哪里去了？我现在看起来，当然你要问我，我宁可相信柯文哲，因为那天蓝白合的那一天，11月15号，签完以后，他来我们的节目的专访那个过程，你要问我，我当然宁可相信柯文哲是因为过程当中，不管是理念上的问题，或是一定要拉下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想法，那他们签的一些的协议，
那中间当然现在爆出来说，包括你说游淑慧也讲，那莱茵的企业家有没有怨他？那包括捐钱的过程，包括他在那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大家现在在台面上没有看到的政治现金的募款一些的问题？但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你把这整个案子几个案子切好几块的话，检方现在是把所有的金流想办法全部都一次查。但你如果真的看金华城、图利、收贿有没有政治现金有哪一些？他们民众党跟包括穆可所有的账之间怎么会是这个样？中间有没有牵扯到不管是背信啦，或者所有这些问题？这是另外一大，这是整个里头可以切好多块。可是苏北，我刚刚前面就讲，第一个，那反正谢国良跟黄崇仁，因为黄崇仁还跟我讲是柯文哲打电话，他打电话，那就证明有这回事。他讲说，而且看也许民众党很穷吧。就要给一点生意啊，类似这样一些词，只是他们的立志健发言人是讲说金额不符，但证明有这么一回事。后面不知道还会有多少的企业家，你知道企业家就这样被堵麦问一问，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捐个钱，有什么好不能说的？但这所有一些案让大家就搞不懂，又回到以前那件事。为什么会是捐？不能说捐，为什么是要给穆可生意做呢？其实平常讲，在那个节骨眼之下。穆可，我们也是从这几个月大家才注意到或发现有穆可，要不然也没有人在乎穆可啊。是啊，而且大家还记得吗？柯文哲之前这个政治现金案的时候，被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跟穆可切清关系嘛，对不对？然后他那时候被检察官搜索他家，然后约谈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他出来说他起身就要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检察官一直在问穆可，对不对？所以现在看来，穆可重不重要？重要啊！穆可是柯文哲去收受相关捐献的一个管道。谁告诉我们的？黄崇仁告诉我们的。而且昨天黄崇仁告诉我们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还蛮衰的，他真的是就讲说，我真的很衰哦，哎呦，感觉打电话给我，跟我讲伊就散嘞，啊，我就想讲，我就唔捌安尼讲关机，所以我就找了公司，然后介绍他去做这个案子，而且我们还真的有验收哦，我们真的有验收哦，我们有合约，我们 contract 哦，我们验收了，我就在想说。黄董事长，你有看过那个验收的内容吗？穆可公司成立来是要行销柯文哲个人呢。他怎么给你做你所谓的市场调查？然后他说他比较支持赖清德。对，他说他比较支持赖清德，但因为柯文哲来要钱，他可能身为一个大企业家，有慈善心，认为说啊，你就来偷钱啊，我就给你啊，这就有点像有一个人今天讲说是沿街行乞的概念，就是看到我就给你啊那的感觉啊。我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董事长是不是这样的感觉，不过我觉得从他的讲话里面给人家感觉真的有这样子的感觉嘛。但比较意外的是，柯文哲居然会打电话给企业家去要钱，这件事情跟柯文哲所形塑出来的人设不一样吧？柯文哲不是要跟政商切干净关系？2023年他是讲说，像总统选举这些，大家不要有太复杂的政商关系。对啊，不要刀叉吃人肉嘛，对不对？他说现在很多人在搞的这个政商关系很高雅，他们钱都不进正式的政治现金专户，都在外面弄啊弄啊弄，他们就弄进来了。结果现在柯文哲是不是就在外面成立一个穆可公司，在外面弄啊弄啊弄？他们就弄进来了。结果现在柯文哲是不是就在外面成立一个穆可公司，在外面弄啊弄啊弄，然后还打电话给这些大老板，要求这些大老板捐钱，这些大老板狗不理撒就捐了钱给他，而且这个钱还是介绍给穆可的生意。苏培康讲到一个重点，因为一般来讲，我不知道各位来宾，要不就是大家政治跑新闻跑这么久，要不然的话，两位还有包括将军都有民意代表这些，因为一般这种。不是都应该是有一个好，你叫牵线人好，你叫什么都好，总是有人会讲说，那有一些商界的朋友想要跟，尤其是要进驻，不管是到市长、直辖市长，或是到总统位阶，会讲说，那大家可以认识吃个饭，也许有一些理念上的讨论。应该我听到的过程，有很多人不都是用这样一些的方式，然后这样大家就一起有个饭局，然后吃完了以后，那有一些有抖内或什么，我也很少听到。有一个包括要选举，不管是总统候选人或是县市长的人打电话
给人家，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直接要自己打电钱。话去的，从来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你后真跑新闻这么久，有候选人这样打，我说的是到直辖市长或总统那里打电话讲这一段的，也没有听过吧？对啊明凤，你跑那么久，有中间人打电话，对，中间人有嘛，对不对？不会自己打电话。很熟吗？你们？哦，对不起，他不熟，对，又不对啊，熟，又不对啊熟，对重点是这一然后不熟个。那就更，对我真的我一直想问这件事，黄崇仁讲的有很多都让大家，第一个他证明有这件事，有介绍给穆克，那但是他讲他打电话这句话让我有点压抑。是为什么他要打给你啊？而且现在黄崇仁证实之后，开始有很多人出来讲说，有柯文哲真的跟老板见面之后，私底下会去拜访人家，一拜访就直接开口要钱。这件事情让大家都觉得掉了眼镜，就说你贵为党主席，你贵为台北市市长，然后你要跟政商维持关系，然后让你的民众党能够继续这个生存下去，我都能够理解。可是你直接开口要钱这件事情，真的是令人讶异，这是第一点。而且第二个是说，你要了钱，他说我不方便捐现金给你，你居然去成立了一个木可公司来收这个钱，而这木可的钱存到哪里去？就没有到民众党啊！你看他那时候骂郝龙斌骂成怎样，骂马英九骂成怎样，还把李树德移送，对不对？他过去还曾经移送过台北市政府一个建管处的公务人员，他只为了一件事情，因为那个公务人员负责查报违建，他去负责查报的时候就。民众检举 A， 他就查报 A， 他没有看到 B 也是违建，柯文哲把他移送法报，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同仁被依图利罪被判的2审的时候被判了5年。不是，我没有看到旁边，我没有那查报 A， 然后我没有看到 B， 我没有去处理这个。对，柯文哲那时候还非常生气，他那时候还骂说那个柜子坑越查报违建越多，我要办一个试试看，就把那个同仁移送法办。那个同仁在侦办的整个过程当中还被检察官收押，然后2审被判了5年多。你知道吗？后来在更审的时候才变无罪，他后来还被冤狱赔偿，因为他被羁押。这不就是柯文哲吗？为什么柯文哲？为什么那时候检察官为什么会办的这么大力？是不是因为柯文哲声量很大，他所形塑出来的那个人设，他骂谁有罪，骂谁图利，他就一定办下去。结果你让那个公务人员被依照图利罪2审没判了5年多，结果你现在图利金华城图利20%，你还告诉大家图利有什么不对吗？你之前在办那个建管处的同仁，他只是旁边违建没有一起查报而已，就被你送你不觉得好笑吗？所以他现在人设是完全的解构，所以我觉得对民众党来讲真的很难堪。不过更难堪的是什么？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啊，你知道吗？邱佩玲说。邱佩玲不止在 USB 上面很多，他去这个牵线的这个政商大佬捐钱给柯文哲嘛。另外什么？邱佩玲找了一群建商，因为期待蓝白合捐钱给柯文哲，对不对？让他能够促成蓝白合。在这个新闻里面是写什么？这些建商啊。非常不开心，因为柯文哲去吃饭的时候，去跟收大家捐款的时候很臭，脸很臭，都不理人家，吃饭吃一吃就走了，你知道吗？对建商来讲说我也捐钱，黄崇仁也捐钱，为什么黄崇仁你就特别打电话去跟他拜托？而我因为期待蓝白合，所以我相信了邱佩玲来吃这一餐饭，然后捐钱给你，可是你态度却高高在上，依然形塑一个就是你自己非常高不可攀，你们大家都要求我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对这些捐钱给柯文哲的人来讲，说你真的是2样吗？你就是心里知道我期待你蓝白合，所以你就故意装了一个拽样。好像大家都靠你一样，但是你在面对其他的人的时候，你又是不同的样子。所以柯文哲的整个人设是完全解构的嘛。另外，我觉得在蓝白合这一件事情上面，还有接下来他在小草募款上面，你知道吗？蓝白合的建商是期待他可以跟蓝营结合。民众党的小草是支持阿北继续选下去，你知道吗？他这2个钱都要这2笔钱他都要他怎么好意思去收人家蓝白合的钱？对不对？然后他收了蓝白合的钱之后，居然还说你们还拍直播跟小草讲说，你们只要不放弃，阿北就不会放弃，请小草捐起来，怎么好意思？
我真的觉得你怎么好意思，脸皮怎么可以这么厚？而且所有的钱你都要你是要选总统，还是你要借总统把所有的钱都捞尽啊？而且现在看来，他是借着民众党当他的捐款工具，然后当金光党那现在民众党还讲说没有金流啊，没有金流。刚刚讲的黄崇仁承认了嘛，谢国良承认了嘛，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邱佩玲。邱佩玲是民众党的党员他介绍他拿了谢国良的200万，他在那个 USB 里面记载的是他募了1100多万给柯文哲，这些钱有没有进民众党？民众党你继续说没有金流，那邱佩玲你要不要去问问邱佩玲？邱佩玲要不要回答一下民众党？你有没有帮柯文哲捐钱？而柯文哲帮柯文哲捐的这一些钱，到底有没有进到民众党的党部去？如果没有，民众党的党员们、民众党的党工们，你们为什么不生气？不过刚才讲到说，包括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期待蓝白？因为游淑慧议员，是讲说他讲说有一些蓝营的或是期待蓝白合的一些的企业家，那也都会在这方面会奔走的会比较勤啦，包括有没有捐款类似这些，所以元真这些蓝营的应该你们就比较多，真的有像这样的一批的企业家像这样一些事吗？坦白说，我在那时候选举是没有听过，但是让我觉得淑慧如果听过的话，应该是真的啦。而且他也不是只有他听过，他是说他身边很多民代都听过。我觉得应该是台北市的啦，因为他是台北市人嘛，那他身边也是台北市的，应该是嘛。那当然因为当时的氛围，大家就是期待蓝白合啊。柯文哲自己也有爆料，但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有一个人拿2亿美金啊，希望他做副总统，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这件事到现在还是个悬案啊。但2亿太大，他不收啦。但是其他的话，他有收啦。但是按照那个媒体报道的是1亿1亿吗？所以有那个蓝白合的建商捐了1亿可是他讲2亿美金啊。他上次不是讲说他连2亿美金都不会收，他怎么可能会看这些钱？对啊，我是这样觉得。不然2亿美金这一票就够了，不用跟那么多人打电话。那200万呢？所以，可是他大小都有了，还有20万还有40万。那但是因为淑慧他讲的是这样淑慧他是有形容了，他是形容说那些企业家给柯文哲不是用一捆一捆啊，是用一袋一袋。这淑慧讲，有时候讲的一袋一袋就是麻布袋嘛，那还是怎样一袋一袋不知道。然后有时候会讲说，那些钱呢？那么多那些钱呢？他说会不会放在那个陶朱隐园的空屋里啦？所以他说他是空 C 啦。他说有可能，反正陶朱隐园都没卖出去。他意思说那个保全很安全嘛，那么空屋那么多，那如果你要一个空屋去放那么钱，那应该还是蛮多的。这是按照游淑慧的说法，那到底是怎么？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听说，可是实际上确实啦，就是说。今天至少那个 USB 里面的资料加起来就是已经不少了嘛，那些钱到底是去哪里？是花掉了吗？还是说进了私人口袋？那进了私人口袋，它去哪里了？所以最近这2天大家才会讨论什么冷钱包嘛？为什么冷钱包会变成一个话题？对，就是因为实体的钱不见了，会不会是在冷钱包里面？那当然这是一个谜啦，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说到底有没有这个钱，然后钱去了哪里？那当然，民众党现在的讲法是说，就是没有金流，他们还是讲得很清楚，就是没有金流啦。那包括他们周末的时候要办一个那个鬼的活动嘛，庆祝万圣节，办一个鬼的活动，鬼故事，然后就说他就没有金流啊，然后没有金流就他们的意思还是在金华城的收贿啦，或什么什么这些，他们所谓的金流，因为他们没有讲得很清楚，但从一开始就讲告诉你没有金流啊，如果你查到你就起诉啊，对啊，没有查到，然后你还要延押，像话吗？那怎么可以这样？他们的金流应该还是摆在我讲金华城的这一块啊。要不然的话，如果所谓的金流是要讲，那最起码谢国良有证明有200万的事啊。对，所以这应该，所以我们很负责讲，你把它切开看，每个是不同的案子这些嘛，就是政治现金还有收贿嘛。现在至少说政治现金有问题嘛，所以橘子他被列被告，那被列报他不是被告不是列在金华城案嘛，他是列在政治现金案。因为这个很吊诡，我昨天有讲，因为检方的声明稿，我看检方发的新闻稿是讲说，那橘子是政治现金等，那个等我就不知道他等哪几个，钱呢？你懂吗？等字对，等字他就所谓有等就表示不止一个，那因为我不知道他没有写下等是什么，
但最起码还有别的案子也列在这里，也在里面哦。对啊，那现在不清楚，因为橘子这不清楚。对，因为我看媒体报道，他是讲说政治现金案的。那最起码政治现金，因为你没有去申报，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不是贪污罪啦，但是也是有这个相关的罚则啦。那所以民众党现在一直讲说没有金流，就小哥讲，他指的是没有金华城的金流。但是对于政治现金案这件事情，他们当然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提这块。但是黄国昌怎么？黄国昌说，如果按照媒体或者政论节目每天讲的东西的话，柯文哲就是有罪了啦。他自己就是这样讲。坦白说，我觉得还不一定如果按照媒体或者政论节目每天讲的东西的话，柯文哲就是有罪了啦。他自己就是这样讲。坦白说，我觉得还不一定因为今天虽然列了很多政治现金的，但是还没有跟金华城串在一起嘛，就是这些钱到底是不是因为金华城收贿嘛？现在还没有一个一刀毙命。唯一跟金华城这个案子要扯上名字的关系的，就沈庆金啊。可是你不知道说他是自愿要给他去支持民众党的发展，还是因为金华城容积率的关系给他这个对价关系？目前我觉得，他时间什么都很巧合，但是我觉得检方办案，他一定还会找到更积极的证据啦。可是黄国昌就直接讲说，大家每天讨论这个东西，已经可以足以把那个柯文哲定罪，只是黄国昌去质疑大家讨论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大概，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反正就是看嘛。那当然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今天在立法院的时候有安排那个法务部长啊什么来立法院，大家在讨论那个侦查不公开变成侦查大公开的这件事情啊，那这也是一个民众党非常介意的点。那当然我们也会觉得，为什么周刊每个礼拜二都有一些那么多的新料，到底是谁跟他讲的，也是这个当然是非常的奇怪。然后另外就是民众党也有去质疑赖清德啦，就说赖清德在16年前，当时因为阿扁被收押的时候，赖清德有讲过，他说不能押人取供啊，羁押是侵害人权。但是现在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柯文哲的身上啊？这也是民众党在讲的一个点啊。不过我觉得至少反正钱的部分，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好奇，到底钱到底去哪里？不过我要回应一下，有没有钱？有啊，朱雅虎承认啊，他有行贿啊。朱雅虎，你说那7个210万的，对，我不晓得朱雅虎到底承认到哪里，有可能他只有承认这7个，但是检察官认为其实应该更多，所以因为你没有还是压嘛，对他会被压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承认的。跟事实我所掌握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继续压你嘛。所以有没有金流？有啊，可是民众党就是不看啊。你朱雅虎的217个人的时间点就很相近嘛。民众党没有回应这件事情。你说3月份那刚好在3月那对啊，就是3月20号的时间到那个公文签下去的时间，完全就在那个时间点嘛。黄锦茂签的时间点就是stop 刚好210万，7个人都到嘛。这时间点有没有很准？依照黄国昌的连看，他不是应该最应该出来讲的吗？另外我就在讲说，就算是210，难道不是金流吗？而且行贿的人都已经承认了。那你们还继续讲说，没有啊，没有行贿啊。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侦查不公开的事情啊，这侦查不公开，其实黄国昌不是也有讲吗？因为之前他在针对柯文哲在里面被检察官问的时候，他不是有讲说，这个检察官都查 A 案问 B 案，对不对？谁讲的？黄国昌讲的。另外。周瑜修也是啊，周瑜修明明检察官问他的是说你什么时候加入民众党，对不对？然后他却讲说，周瑜修在里面被问啊，你为什么离开民进党，对不对？所以这难道都不是这难道都是侦查不公开的范畴吗？应该都侦查公开嘛。所以在整个审查的而且黄国昌自己是律师。在整个案子侦办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出来去讲侦查的内容，那为什么一定是检察官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今天我们在议会的时候讨论要不要成立雨果市场的调查小组，又要成立调查小组？对，我们又想要成立调查小组了吧？因为第一雨果再追加下去，你知道将近220亿的预算呢，220亿的预算都已经可以盖半颗大巨蛋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想要成立嘛，你知道吗？这个有议员就说，那到底检察官调查了没？你们内部的人有没有被调去问？直接就在议会里面询问啊，那这是不是侦查不公开？是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人都在侦查的范围内，是不是一定是检察官露出来？我觉得
这个委员用这样的方式去询问法务部，我觉得会不会也是一种胁迫？可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好，我还是讲回到那几个案子，然后包括现在在媒体上面出现了这么多政商企业大佬的名字，然后包括有数字的所有这些，但明后这就会你看像好，譬如像陈东豪在节目里面也讲过，那只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完全验证，但是以东豪他们长期跑，他说那个就什么一桌，刚才张军有提到一桌一个人半熟，然后写100，我本来100块就可以去吃哦，不是，那一天不是100块。那像这些，然后中间讲说过程当中，包括柯文哲，我还是很压抑。黄崇仁说柯文哲打电话给他，然后包括过程当中，老是有人会讲说柯文哲会被提到民众党很穷，希望能够大家帮忙。其实一个新成立的政党。党主席希望政党的发展去跟大家募款，为了理念发展，我觉得正常。但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到了现在，怎么感觉上？因为最起码谢国良那个钱看起来是没有进民众党，所以这中间有很多地方是不是都歪了楼了？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所谓一人100，我觉得通常不会是这样子募款。就是说一定是有一个人揪一团，那我们的目标价是多少？那有人会出多，有人会出少，然后剩下有一个人说我来补完。对。对啊，这种模式大家都很清楚嘛。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不会有人固定折多少钱，哎，你就在小看我了嘛，对不对？那今天那个柯文哲是什么钱都要，就是说黄崇仁的意外是说，因为通常我昨天也我最近也听过人去募款，那就是有一个政治人物要去跟一个财团募款，他一定是找那个人跟财团很熟的人去，当然了，不会自己打电话就冒失的跟黄崇仁说。我要给你募款，然后黄崇仁的说话说的就很委屈嘛。然后呢，我记得他跟陈银柱要的是说他要装房子，但是我记得另外一个人好像就是黄崇仁，因为出来讲也只有这个谢国良跟黄崇仁嘛。对啊。然后黄崇仁的意思好像说，感觉他们很穷，他们要装潢那个党部，所以你看嘛，就有2笔要装潢党部啦。那我请问一下，你们要把党部装潢成什么样子？那么鬼扯嘛，600万装潢一个党部，那是怎么样呢？600万装潢的党部很豪华所以黄崇仁就说，我已经给你表明了，我是支持赖清德的。我意思就是我不想捐给你，那你还要跟我要，我就说好吧，我把标案给你，将近200万这样子嘛。而且为什么要给木可？这就代表最起码柯文哲跟木可，我们那天就讲嘛，关系真的一定非常密切，要不然哪有道理？我去跟你讲，然后或能不能帮助我们政党或者我个人的选举或什么，结果到最后你讲说啊那个什么什么，然后讲啊那就要不然就有个标案是给了这家公司。那为什么会是给了这家公司？这就是那天在他们第一次查账记者会，我们就讲为什么民众党可以出来帮木可说，木可要即日起解散，他们要停止营业，然后接下来他们就要解散。为什么你们可以去帮他做这件事？对啊，所以说这个钱应该就是进木可或者是那个故乡嘛，什么新故乡旧故乡的，新故乡，然后呢？智库。然后呢，就说你要捐给民众党了，就是通通没有进民众党，然后就进入这2个私人的这个小金库，所以这2个账，众望还有众望基金会，这3个地方的账都还没有先出来啊，这是账才是真的是重中之重嘛。对，然后你看看那个，你看人家这个邱佩玲去帮你捐的，有人不想捐给你人家只说好，那他就转个弯说要捐给赖香伶。赖香伶20万，你也把赖香伶20万给吃掉了啊！当然了，当然你也后来会给他了110万，可是你20万还是列在你的 USB 里面，还是捐给我嘛？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钱呢，不管是20、30，或是人家要不要跟你。不要给你钱，你也去要，反正就是从头到尾，他要的钱呢，我觉得有些包括陈银柱也是觉得是这样，你敢跟我要，我就好吧，对不对？江湖上交朋友嘛。对，那你一个堂台北市长都开口了，那我还能不给你吗？有那种不上道的人吗？只有柯文哲不上道。他就学了大家 MG149，大家记账自己记，对不对？你相信，然后就开始接吗？那个媒体出来不是讲说，他们大家比较讶异的是，通常只有我捐的人，我大概会记，怎么会有我捐给你，然后你来记？
这你来记不就是奇怪的一件事吗？对啊，所以他们就是最近不是在讲周人生电玩弊案吗？记的人是那个周人生吧，还是谁？不是那个送钱的人，他把所有收钱的警官的名字记下来，我以后才可以跟你对啊。那我不晓得他是在干嘛啊？有人说他是要报仇，捐太少，报什么仇啦？捐太少就要报仇，有机会捞到的时候，他很可能对付你这样。对，有机会我做总统了，你捐20万，你看看试试看，我就给你报仇。你还不捐给我的，还是捐给赖香伶的，所以就说法很多。然后最近其实我觉得检察官现在到底在查什么东西哦？我觉得是看着有点回煞煞。因为我们都认为他只是在查政治现金。可是昨天我突然梦到有人啊，有人被传去问一堆东西，然后呢是不是金华城的，是关于其他案件的营运计划，然后检察官竟然跟那个被传人讲说。你怎么会没中呢？你们3份这样子营运计划，我看起来你们是应该会得标的啊。所以你说检察官是查什么？金华城有没有营运计划？没有哦。那什么案子有营运计划？我记得后来出来的几个案子里面有一个是有。对，那而且检察官还帮你看营运计划，说你营运计划，你的梦做得好仔细哦。对，营运计划，你怎么得75分而已？你应该得其他人是什么80分？是在内湖这边的吗？那三块地吧。就怎么得75分？你的营运计划比那其他2个都好检察官还帮你看营运计划有没有比别人好？你看检察官查到这种地步啊，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我们看起来就不晓得，因为他放给镜周刊，可能都已经查的差不多了，然后也有可能，不是放给镜周刊啊，我说镜周刊跑到的可能都是比较这边的事情。那真正的查到还在查其他的。查到核心，譬如核心是木可跟众望，还有这些基金会的钱到底是怎么样的运作嘛？然后再来就说，他连这个所谓的营运计划都帮你看那么细了，你觉得他只有查这些吗？然后再来就说，他连这个所谓的营运计划都帮你看那么细了，你觉得他只有查这些吗？然后你说他说的内湖那个，其实没有在这个案子里面，但是他也在帮你看营运计划了啊。所以检察官到底是在做什么？所以未来这个东西，而且这个沈庆基的声押的罪嫌有一条是11条1项。那个是包括交付贿赂之外，还有刑求契约。对啊，契约就是人家说就是这个李文忠的朱家虎李文忠的那话560感谢，那可能就是一个契约的暗语。所以说这个东西11条这个东西就是有很多的含义，就是说我现在也许没有查到真的所谓的什么对价的金额，但是如果我查到有契约跟刑求这个行贿的时候。这个东西呢，就是会声押了嘛。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检察官是很神秘的，我也不晓得他在干嘛。敏凤刚那是南柯一梦，在做梦的过程当中，那梦到了这些事情。那未来我不知道那梦境到底会是怎么样。OK， 那可是说实话，因为时间的压力，或者检方一定有压力吧？我讲，如果你要延押，现在看是延押沈庆基跟应晓薇，你如果真的面临到要去延押柯文哲。那个光黄国昌今天放话讲的就是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都已经弄到这个样子了，2个月了，你们是到底在干什么？所以那个一定会有这些压力啊。可是大家到现在真的，大概有越来越多人的问号，就是那钱呢？那钱到底到哪去了？现在就是不知道钱到哪里去了。还有啊，大家都想说柯富瑶的日本房子到底是怎么拿？是住什么样的房子？宿舍呢，还是自己买的？买的是谁的钱？是柯文哲。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全部都要。对啊，那民主党就会说你们现在是怎么样抄家灭族吗？没有啊，就是问题是你的财产不明来源，那你到底花去哪里啊？因为你钱不见了啊。否则民众党给我交代钱在哪里嘛？那柯富瑶到底是住哪里？住宿舍还是住自己买的自宅？我觉得他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就是你看目前的状况，检方大概金华城还是没有一枪毙命的证据，贪渎应该还是没有一枪毙命的证据。但是我现在找到其他东西，就我们现在讲的，今天在前面那么长时间讨论邱佩玲的这一大串钱，
那钱到底到哪里去？好，你钱这已经有人承认我拿钱进来了嘛，对不对？对，好，谢国良就第一个嘛，200嘛，但是这个账也不在你民众党政治现金的账，也不在你柯文哲，好。我们说它是政治现金，但是问题是，如果都不在的话，它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洗钱嘛，对不对？就这一串就变成洗钱嘛，对不对？那我现在来讲的话，最起码我现在检方可能可以用原本只有贪渎，我现在可能可以用洗钱办理，因为我现在约之前来讲，通通都说我给你钱啊，那钱跑哪去了？钱如果没有去向，就是洗钱嘛，对不对？那如果有去向，你如果可以找到去向的话，那个1500是不是也在这里面嘛？就说那他所以一定是不敢嘛。而且柯文哲捐钱的状况跟一般的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像他，比如说他找那个邱佩玲去帮赖香林募款，那个比较像是正常的状况。他选举他有需要，你们两个去对接，你如果有意愿的话，你们两个去对接，这个比较正常。那都要捧现金来的这个不是。一般不是这样捐的啦，比如说一般，因为他没有比较抠嘛，每天都在叫穷，所以他的候选人其实没有拿到多少钱。很多时候人家是在帮你募款是怎么样？你有些人不愿意上台面，我也不愿意进到政治现金专户里面，不让人家看到。那很简单，比如说你有哪一条钱需要，我直接帮你出，我直接帮你出，你也根本就不用看到钱啊，而且这样也不会有违法的问题，比较不容易有违法的问题，因为比如说你今天。一个晚会搭舞台，对不对？那我来搭舞台嘛。这个舞台这个舞台钱我直接帮你结掉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就是你有需求，我等于抖内了。对啊。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是文宣，也有人是捐文宣的，人是捐广告的，这个以往的选举都非常非常常见。但是这么坚持说，而且你要想，他一个政党，他有这么多候选人要做，他如果每个候选人东丢一点西丢一点，其实够嘛，对不对？其实也很好看嘛。问题显然这个状况就是说，他钱进来的没有出去嘛，私底下收钱也就收啦，讲句实在话，但是你收了不用，这很恶劣嘛，这很恶劣嘛，对不对？而且我想说，一般来讲就是说，政治人物在募款的时候很简单，都是靠看关系。我们以前有什么交往，有什么那个直接打电话去，然后而且看不出来有什么交情，就不叫募款，叫勒索。你也不会讲他勒索，那时候他已经快卸任了啦。对不对？不，那时候他已经在选总统了嘛，已经是选总统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也不能讲他是勒索，因为他选不上，他勒索什么，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说，那个他选不上，你这么看那个时候谁会觉得你推到那个时候，谁会觉得柯文哲选得上？但是问题是说，对了，如果蓝白合他选得上了，那或许选得上嘛，但那时候看起来又不是这样子，小草情何以堪啊？就阿北不放弃，小草就没有放弃到最后一刻呢。那个捐那个药法是真的很怪，而且不好看的啦。就那个我讲到我没有听过，就跑好像一人之讲他选举的时候，突然打电话，猴子一个给我钱，那么怪吗？哎，你不要这样，你们好歹还每个礼拜会碰到一次面，还认识，还在有交情，还认识。他们可能应该也不会完全没见过。可是那个可能是1、2面的见面呢，就是跑活动的时候就换个名片，然后换个电话，然后就打电话来说，那个黄董啊，缺钱呢，给我一下。没有像你这样讲的这么直白这些了。对，可是现在整个案子看起来，检方好，你说还不到完全收网，可是某种程度收，因为吴顺民他让他交保，我就讲，当吴顺民他是应小薇的助理。应小薇被继续要延押的申请的那个里头的理由有一个就是跟证人或其他的一些的被告之间证词迥异，意思就是你讲的跟人家不一样，我不知道谁讲出了什么样的一些的东西，而所有这一切，如果要是不管应小薇还是沈庆金都有一个说，因为还有未到案的，包括证人或者是被告或什么类似这些，所以现在看起来，任俊第一个橘子，现在全中华民国都在问橘子，然后橘子到底怎么样啊？然后橘子啊什么的，可是橘子你刚才也在呼喊嘛？你说其实橘子跟白银一定熟嘛？是啊，他们是我在节目里讲，橘子是最有资格出来直接骂遍所有的人。没错，你们都胡说，柯文哲不是你们讲的这种人，就没有这样的一些事。但是重点是他连隔空的视讯或是影片都没有。是，可是现在看起来，昨天还前天不是那洪建议员讲说他是不是在日本的
大阪对，大阪的那什么叫爱邻地区还是什么？你听起来会觉得匪夷所思。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这儿。可是所有相关的这些，包括他回来的时间这些，现在橘子怎么办？橘子真的就销声匿迹在人间了。这个坊间传闻很多啦，甚至还讲说现在是有各路人马在找橘子啦，所以他搞得他这边也不好出面或什么的啊。但其实我觉得橘子与其说他出来帮柯文哲喊冤哦，说柯文哲不是这样的人，我认为其实对一般常理来说，橘子更应该出来替自己喊冤。我不是你们讲的这种人嘛，我就是跟在他身边，我就是个小助理，我就是个小机要嘛。你们怎么把我讲成我有通天的本领？我可以去搬钱，我可以帮柯文哲保管 USB。我们一般常理认为说，今天要这样也是不要再留子孙，但最少钱也要留给子孙吧。怎么会把这些重要的东西不交给自己的儿子，然后去交去给一个远房亲戚？他真的就是在远房的亲戚嘛？那完全不合常理啊！所以橘子与其说他帮柯文哲喊，他更应该帮自己喊，但他没有做这件事情。那他到底现在人在日本的什么地方？当时还传说这个检方还透过说他有一个友人，这个友人还说是具有这个看起来有警戒的身份。那所以是看起来检方是一直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之前检方不是也讲说对他就是一个证人的身份，那我们会持续的跟他联系。那这些东西都做了，但是橘子还是一样。大家都在讲，橘干嘛？你今嘛到底在哪位？不知道，因为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啊。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因为民众党在看柯文哲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阿伯那一天检联到家里面的时候，柯文哲是主动配合。你今天北检用这个方式对待柯文哲，同样的话，你不是应该去跟橘子说吗？这个事情只要橘子一讲完了之后，就什么都没了嘛。所以看起来柯文哲的这一块，你说应小薇，老实讲，我反而觉得应小薇单纯啊。我说实话了啊，他会不会跟其他的证词什么相同的有迥异之处？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会不会跟吴顺明讲的不一样？是啊，就这么简单嘛。对啊，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吴顺明嘛。这都很好的连结，因为他就是他的助理。对啊，最容易讲的。不承认，他不是还不承认吗？不是，他的几个金流，其实老实讲你真的回来看应小薇的几个金流是被明确讲出来。对啊，因为进了几个他下面的基金会或协会，然后透过这个方式转了，所以应小薇的这一个其实单纯，只是转去哪里。检方没有检方也没有说过从头到尾侦办进度，检方都没说过只有说谁是证人，谁是被告，这个检方有承认过其他都没有。那因为刚刚提到几个，包含那个捐款我刚刚还听到元之，因为刚刚这个5个问元之说那个建商啊什么的，那元之说那应该看起来台北市的时间点很重要。如果他是2022之前，或许刚刚元之讲台北市可以成立，因为他是市长。2023如果时间点是在2023，柯文哲有什么能力去跟他说建商讲说我可以帮你怎样？没有，他不是市长了嘛。今天回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这些建商你知道我昨天就接到一个某董事长就传讯给我，我现在有兴趣可以给5哥看我现在就，我也要看，观众有兴趣，对不对？他们这么多观众，你又给主持人看，你不是？因为他知道我的律师性格，看了也不会讲。对啊，而且柯文哲有说过，把简讯什么的公开给大家看。对，这不 OK 不是。他讲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建商的目的其实你们讲蓝白他说建商的目的就是讲说建案要这个顺利啦然后使照这些东西希望能够顺利啦但我就回来讲，还是那一句话，2023如果他捐钱的时间点，柯文哲其实没有能力影响台北市政府了。真正有能力影响的是谁？真正有能力影响的其实是蒋万安了嘛。可是你回来看。这个新闻其实有一个前提叫做支持蓝白合。我讲一件事情好了啦，当时确实有一些人很热衷的希望能够推动蓝白合。侯友宜当时的身份还是新北市的市长。请问建商会说，不好意思，我个人因为我个人的关系，我只愿意承接台北市的建案，我新北市其他我都不碰。没有这种事情。当然了。好了，当时曾经有很多有一些热心，我不要讲很多，有一些热心的人，我讲我自己亲耳有听到的啦有热心的人士确实就打电话，然后呢，希望能够促成蓝白合，然后讲了一些的条件。当时接电话有问了一句因为就随口问嘛人家讲说我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那就随口问了一句说，那你讲的这些，那侯友宜知道吗？因为有人大包大盒嘛，就你也知道，这中间有很多人穿梭嘛我甚至有听到讲说，他知道他在隔壁，
就他在旁边，但我没有办法验证真实性。为什么？因为是电话，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唬烂的啊？我明白讲是这样啊。可是问题就回来了，如果在当下，你现在回来看所有的事情，它的合理点在哪里？为什么要支持蓝白合？是因为侯友宜要当正的，柯文哲你当副，所以如果真的有如坊间传言或昨天的那一个朋友传给我的这个事情，那他真正希望能够推动的，老实讲，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柯文哲啦，他是为了侯友宜嘛。柯文哲在当时受访的时候曾经讲过，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曾经公开讲过一件事情啊，他说在蓝白合之前，有很多财团都愿意捐钱给我，你记得吧？但是他后面补了一句说，可是蓝白合破局之后，大家都不捐了，所以后来看到那个小额捐款，他好感动哦。柯文哲你没有讲的那一句话，其实是当蓝白合要推之前，有很多财团愿意捐钱给你，你拿钱了没有？你有没有收？这才是问题嘛。现在大家去看的这一些，老实讲哦，我觉得什么建商什么那些身份，其实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可是当你柯文哲公开出来跟你的小草喊话说，哎呀，在蓝白，因为那是你自己亲口讲的哦，蓝白合没有破之前，好多人要捐钱给你。你现在对照这个你的 USB 的名单里面，有没有符合那个时间点？而你今天收了那些钱，后来你那个哽咽，刚刚苏培讲的那一段说，只要你们不放弃。阿贝就不放弃，你还记得那个画面？他还哇，这个哦鼻子拉一拉，鼻子都红了。对，我都想啊，你那时候想的是，只要你们不放弃啊，完蛋了，我后边被安装，我很敢答应啊。你有没有真的为了答应人家这件事？因为柯文哲刚刚将军讲，他在任何的很多的场合，他都公开告诉大家讲说会啦，最后会合。民众党在那一天签下6点协议的前一个礼拜。民众党的人有没有盯着柯文哲？因为柯文哲开口闭口就说：“哦，我觉得好累哦，我没有资源，所以觉得不想选下去了。”为什么在当时柯文哲有那种说法？这个老实讲，到今天为止，对民众党来讲还是一个大秘宝哎。不过如果真的讲金华城像相关这些案子，所有一路往下查，因为橘子看起来，我不知道他在这个案子会扮演的分量到什么程度。可是他一定是在这整个案子检方传唤上，一定是把他视为一个重要的人，因为他就完全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你不能说他有罪，可是没有声音就有很多起人疑窦。可是现在到昨天出来的讯息，没错，是不是他转被告？转被告，接下来呢，如果再不来，接下来如果照我们的相关法案，他是可以被通缉。所有这些，那他在日本。那还讲媒体上来报道说，检方也会防着他会不会过了几个月以后再到其他第三国或什么。我们跟日本虽然没有正式一个司法互助或什么，但是他在那个地方这样子，对他来说，我们就真的一点辙都没有吗？在日本，我们其实刑事警察局其实在日本是有驻点，是在跟我们的外交这相关的大使馆里面其实有的，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些刑事侦查，其实是我觉得是可以进行的，只不过就是说之前橘子一直是所谓的证人或关系人。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些刑事侦查，其实是我觉得是可以进行的，只不过就是说之前橘子一直是所谓的证人或关系人，那你是证人关系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这个动作嘛。那现在他如果已经被列为被告，甚至他如果再被约刑，然后还不到案之后，他如果被通缉，我相信可以做的处理就不一样了嘛。所以今天有一个这个日语的老师就说，哦，他如果依照这个的话，依照相关的规定的话，他如果只要被通缉，如果大家去日本。全部都去大阪，就去找橘子。找到之后，这个报案的话，这个投案的话，这个检举他的话，抓到橘子可是有奖金的。所以你知道吗？这谁要去抓？这谁有能力？谁有权利去抓？你没办法在日本抓。没有啊，拍到橘子的照片，然后就传给刑事警察局。所以这个是日语老师讲的啦。就是说鼓励大家去日本。我想说这个应该是日本政府的来的 spy。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日本如果要配合的话，就是谋杀案、杀人命案的时候，他才会配合我们司法互助。像这种。对，像这种经济的，或是这种，不过它是洗钱相关的案子，听说日本洗钱是国际之间，对国际会有防治的相关的。对，所以如果他确认是一个，因为刚刚讲的嘛，是政治现金等嘛，如果他被涉及的，就是说刚刚讲的柯文哲收了这么多的钱，但在他现在所有的账户里面。
却没有看到这些钱，那钱跑到哪里去？那钱跑到哪里去？我是听一个被通缉过的日本人他就是说他也是犯的是经济相关的罪，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抓他，他就逍遥在那儿，是啊，对啊，但是他也是日本，后来变日本通了嘛，好，然后日本通以后他就说，如果说要去司法互助，就是你可能对他日本社会有危害的时候，他才会帮你做抓人的动作。不过现在看起来，沈建俊刚刚任俊有讲说，从大家关心的这些事情，再来因为柯爸的一些相关的事情，然后变成民众党内部甚或变成柯美兰直接呛蔡壁如呛成这个样子，人就会不会觉得呛着？然后蔡壁如还讲说，不是陈蔡你那样讲，人家会以为民众党内斗。不是啊，不用大家以为啊，就是了，就是你觉得是吗？我觉得是，对啊，没有什么大家以为啊，只是说我只是说以前大家觉得是宫斗剧啦，是因为有皇帝嘛，大家会争宠嘛，或者是夺权嘛，宫斗啊。你们现在主席都已经暂时不在了，然后你还要斗，我就不知道为何而斗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摆明呢，其实我是比较同情蔡壁如啦，因为蔡壁如我们以前去年的时候，我私下也跟他接触过。我没有跟他非常的熟，但是你跟他聊什么，他知道一定告诉你。好，包括他那时候要选立法委员，他都见过谁啊？曾经跟我们国民党的谁曾经有讨论过什么，他都直接讲。我那时候还想说，哇塞，你毫无保留你拿我当自己人呢？对，拿我当自己人呢。我跟你也不是说很熟，但我也不会害人啊。可是你居然跟我讲到那么深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啦。所以媒体一堵上去。讲到柯文哲的那个状况，他知道了，他就不是因为那时候时间很尴尬，因为刚好就是因为柯美兰他们讲说，就前面一个李国章讲了骨肉分离，然后柯美兰就讲说他自己要独自面对，然后意思就是好像他们家人真的不知道，因为柯文哲前一天那是19号嘛，他18号真的已经去看过柯爸爸，可是当蔡壁如讲完这个，有人解读讲说，你这讲完就大家所有的事情。就结束啦，就白眼，对啊，就这样，那何必要这样？所以才会出现这样，而且还有打脸，因为呢，他们的晚会是礼拜6，对啊，结果柯文哲是礼拜5就见过了，那礼拜6你怎么会讲出那样的话？所以当然是有点尴尬，是没有错。可是我觉得柯美兰就是动作大到我是蛮难以想象。柯美兰其实我也有接触过，有一次也是录影遇到，他那时候也是哇，那个带人感觉也是一个很温暖的原之，我看你表现也很好啊，什么？所以我看到他是因为这样你才觉得他温暖吗？不要自己这一句，就最后很难想象，哇塞，他居然会在那个群组直接就呛蔡壁如，而且呛得很难听啊，说，请你转告蔡壁如，他没有资格评论我家的事，叫他不要成为一个让我讨厌的人。其实他传递两个讯息啊，第一个他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件事情，第二个他要让大家知道我讨厌他。其实他讲就是这个啦。不然他其实用词可以和缓一点嘛，他可以讲说，转告他不要评论这个，有时候讲态度不好，不用在群组上面讲这件事，因为他要让他跟蔡壁如一定有，他可以打电话给他，而且他的群组是党代表，是吗？他是党代表里面，而且他选举的时候，柯美兰选举的时候，蔡壁如还去站过台，他们一定有联系管道啦，对啊，因为他们2024算战友嘛，是吗？一定有联系管道，但是他透过这个方式，就是讲给那1000多个人听的。那当然有人就解读说，因为那是党代表的群组，是不是说他们也害怕蔡壁如是不是想要去选中央委员？因为那个党代表是投中央委员的嘛，所以也有可能是这样啦。那否则的话，这个动作是大到我难以想象。但我是觉得说，民众党现在你们还要再这样子斗吗？你们现在团结来不及了吗？蔡壁如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当时跟跟柯文哲一起创了民众党，然后一路以来一路被打压，然后当了不分区立委当不完，因为论文的事情，这样毅然而然辞职，人间烟火。你为什么要帮主席？你为什么要帮蔡壁如讲话？还是国民党要拉蔡壁如进国民党？就事论事。你看他到了台中选立委，那时候党中央也没有协助他什么，无怨无悔，认回认棒，然后继续找了一个工作。台中市政府，然后还要被民众党人骂说没有行政中立，怎么可以介入党务？但是他还是这个脱面自干的跑去民众党的活动站台，然后不敢到舞台上，只敢在台下讲，因为被人家骂有行政中立的问题。这样的人，你还要往外推？对啊，那你们国民党为什么不接受他？他没有来啊，没有要来。你可以把那个入党申请书给蔡壁如啊，壁如姐来。全天下人才，民众党不喜欢你，我喜欢你。全天下人才要公党说，我要补充一下叶文之善良了哈。
其实我告诉你，因为柯文哲现在未来自由与否不明，所以民众党的斗争是势必的。当皇帝健在的时候，说句实话，下面的2阿哥、3阿哥争什么？当然是皇帝不在的时候，他要争嘛。对嘛，现在就在争嘛。我告诉你，蔡壁如为什么会被斗？这就是被斗。蔡壁如就是被斗，为什么被斗？被哪一派斗？被黄珊珊那一派。蔡壁如骂过谁？黄珊珊吧。你看那个嘴脸有没有？你就知道蔡壁如对黄珊珊恨的那个咬牙切齿，他连那个嘴脸都讲出来了。那黄珊珊现在跟柯家人好不好？超好的吧？跟柯美兰、跟柯妈、跟佩琪，黄珊珊跟他好不好？因为黄珊珊被停权了，他不可能出来拼这个党主席。如果给蔡壁如当上了党主席，黄珊珊就完了。那个嘴脸一定处理掉。所以为什么他要请柯美兰这么大声的出来斗蔡壁如？绝对不能让蔡壁如起来。那么黄珊珊如果加上柯妈体系，加上佩琪，加上柯美兰，你认为未来党主席是谁的？就这一票人。将军，请问一下，因为刚刚讲说这个礼拜除了要办那个民进党要办那个鬼，就是什么来这个鬼故事啦，这个对，有一个说在南部叫白色游骑兵团，这个。然后民众党中央是讲，这跟他们包括高雄党的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当然要撇清啊。因为这一个有这个所谓的 TPPVR 白色游骑兵兵团，它是一个蛮特殊的活动。他叫大家带什么？你知道？他说我跟你讲，我要在民众党高雄党部办。可是他贴出了这个公告的时候，高雄党部讲什么？我没有要借你啊。你怎么可以帮我高雄党部来 po 这个活动？他说没有，在我自己的群组上 po。为什么？他特别在哪？你刚刚讲他要在民众党高雄的党部要来办，要跟他借场地。那高雄党部不借嘛，不借他们就翻脸，就是说你不借，我就在前面集合之后，我们去别的地方玩。为什么民众党这么怕？我想为什么连战神黄国昌都怕？人家问黄国昌说：“你知不知道民众党有办这个活动？”你知道黄国昌说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不回答，他不回答，不是民众党办的。然后民众党党部还发出公告哦，他直接说，近期高雄党部接受反映，有党员未经党部同意之下，善用高雄党部的名义发布非官方活动资讯，在此严重说明，皆与本党部无关。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活动很特殊它很特殊他说我们里面你看这游骑兵招商简章，为正义为自由加入白色游骑兵兵团，你是否感受到社会的不公？是否心中燃烧的一个追求正义的烈火？白色游骑兵团作为民众党的义勇军，招募像你这样的勇敢无畏、为理想而参战的人才，捍卫自由民主。那你讲这么多，他在招募可是招募却不是党部的。你招募任何的党员志工，是不是要党部才能招募？他在帮你招募那而且呢，我告诉你，它里面还有做什么？还有说，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当然不是文绉绉的活动，可能会带木剑，可能会带相关的这个自我防卫的这个自由搏击的训练。那当然把民众党吓坏了，民众党心里想，我们还不够乱啊，你还要有这种东西，所以现在跳出来，等于说民众党现在就是。每一个想要在民众党里面获得发言权的人，都会透过各种方式来博声量。蔡壁如如此，黄珊珊如此，柯美兰如此，连这个游骑兵都如此啊！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或者整个抢救柯文哲的过程，你上次在节目里面有讲过，说要把民众党跟抢救柯文哲这个所谓战清白这件事要一直绑在一起吗？对未来到底该怎么办？目前看起来还是这个样子吗？我觉得他现在的状况跟没有什么变了。我之前就讲了，那个每个人在分政治遗产嘛，就进入后柯文哲时代，所以之前不是记得蔡壁如在台中办那个又是道士又是天主教那个吗？就是我们政治人物没有不信怪力乱神的啦，可是没有人把他打到台面上来的啦，你知道吗？蔡壁如在台中办那个又是道士又是天主教那个吗？就是我们政治人物没有不信怪力乱神的啦，可是没有人把他打到台面上来的啦，你知道吗？那就是告诉大家说，你看我跟柯文哲有多亲近，我有多爱柯文哲，然后那个就在争正统嘛。
那柯美兰这次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他这次呛蔡壁如的时候，也有他们小草有人呛他，最先消费柯爸爸就是你啊，对不对？你自己最先消费，就是现在柯文哲跟民主党看起来状况是不好嘛。然后那每个人现在讲的是说，我怎么把小草留住最多，让小草认为我才是正统嘛。黄国昌跟那个陈婉慧也是一样嘛，在办营队干嘛的一样嘛，对不对？就是拿着柯文哲这支旗，然后每个人看能够分到多少政治实力嘛？那刚刚讲那个白色游戏兵也是一样嘛，就是他整个乱掉的时候，就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嘛。每个人拿起来都是这一支。我觉得他这个状况还会就是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就是会持续，因为你的状况就没有人相信你民众党有办法继续，或者柯文哲有办法再回来。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假设不管是他2个月也好，4个月也好，他出来之后，大家第一件事就是不是问呢？那些钱呢？对不对？你在里面的时候，检察官问你可以不讲，出来媒体问的时候，你也要行使缄默权吗？不太可能吧，对不对？那么多每个人都认了，你是不是开始就要？当然，他一方面可能会喊司法不公，或者当然这是一定会，但是中间有很多疑问，大家真的就会开始不断的去追。现在这些话，民众党现在可以称是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所以大家都不回答嘛，因为我也不知道嘛，那个只有柯文哲知道嘛。可是当柯文哲出来开始被追这些的时候，而且就刚刚讲的，说其实你现在会有一案接一案，好，现在我们看到是金华城有政治现金，然后议会现在还有做梦的，有做梦的议会还要再办雨果市场的，就说你会不断的有更多的案子。那我今天回过头来讲，当你第2个案子的时候，检察官会再压一次，对，你现在进过华城嘛？对的，当然，对啊。那雨果市场的时候，法律上不是不行。对啊，我是不是因为那个案子又有相关当事人，又没有厘清，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状况就是说不会好啦。那我觉得他们这些人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些动作，也是很清楚是知道你不会好啦。所以不是我要去，不是我相信柯文哲，或者说我会跟着你一路到站起来，而是说。现在状况，我能够分到多少政治遗产，我就赶快分一分。OK， 那真的会出现倒戈这样的情形吗？会出现解散国会吗？那明天韩国瑜院长因为总预算案子再一次朝野要协商，可是在这过程当中也传出来了，那要出草了吗？总预算坚决不让，国民党明天号召2000原民上街抗议。原之这明天不是要协商吗？对，那但是同时要上街抗议，而现在一直传出来有没有倒戈的问题，有没有重选这些，是真的会搞到这样？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明年会有原民来啊？那是因为我们的原住民的立委他在党团大会的时候有提议啦，就是说，现在好像外面的声音都是说什么国民党在删预算啊、挡预算啊，没办法治水啊，没有社福啊什么之类。其实不是嘛，其实真正关键就是因为我们上个会期有通过进法补偿条例嘛，3读通过的，那个是要把那个原住民的补偿从1公顷3万变成6万嘛，主要是原住民的这一块，而且那个东西不是福利。那个是补偿，因为有的原住民跟我讲说，要不然你土地就不要禁止我开发，就让我来开发，我赚的1公顷比6万还多。所以这是一个对就是这个法律的依法编列预算的坚持。那另外当然就包括健保的点值1点要0.95元嘛，这个是攸关医护的福利以及病人的医疗品质。还有一个就是公粮收购，这个跟农民有关。那我们现在当然要诉求说，其实我们是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不管是原住民也好，或者医护，或者是农民也，不是说在挡谁的社福预算，更何况这个预算可以审到今年年底，不是说现在没有让他复委，这些预算就不见了。我们是希望说行政院依法编列，那当然行政院有他的立场没有错，可是现在这个风向完全被洗成说好像国民党就是要把这个预算全部删光光，就没有的事嘛，现在俄语一大堆，还有人传讯息问我说。原之我妈说你要把什么老人年金删掉，我哪有这回事啊？现在这个其实也是在一个审的过程嘛，对，所以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也必须要跟社会大众讲说，到底现在总预算是发生什么事。所以明天原住民来，就当然他们那为什么会有传出什么要不要倒戈啦？或者倒戈是就是因为左荣泰院长讲说什么餐厅倒戈就从那延烧出来的吗？倒戈是这样，就是之前一直有人在呛说什么啊，你们不爽就倒戈啊，然后我们也没什么理他了哈。但是前几天就是左荣泰院长在晚上9点多的时候，不知道是肚子饿还是刚吃饱，还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忽然间就 po 了一个脸书文说，他用点餐来形容总预算嘛，他讲说
那个什么，哎呀，4个员工带了1000块啊，然后去餐厅点了4道菜，然后餐厅老板说不行，你要点5道，好，否则的话我4道不给你。然后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不然这样子，你把我赶出去，一切从头。那这样子大家当然就会解释成说，哎，你是不是叫立法院倒阁？然后一切重来嘛，因为立法院倒阁以后就可以解散国会嘛，啊，解散国会之后就重选。那我们当然是不会接受倒阁啦，因为现在很多人网友就来呛啊，你们就倒阁啊，倒阁怕什么？就倒阁啊。但问题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倒阁跟内阁制国家倒阁就不一样。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内阁制国家像日本、像英国，他们是行政权跟立法权遇到重大争议、有僵局的时候，那怎么办呢？诉求最新民意嘛，就解散国会，重选。然后选出来的多数的民意决定了新的阁揆，那新的阁揆就依照新的民意来做事嘛。但台湾不是啊，台湾现在有僵局，对不对？好，解散国会，然后即便是现在的席次跟现在一模一样，然后嘞，那总统赖清德提名别人当行政院长陈时中啊，陈时中还是一样坚持现在民进党的立场啊，这个僵局还是在那边啊，所以宣布倒阁是。或解散国会没有任何的意义啦，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不会笨到做这个事。但是如果说总统跟我们一起重选，我们就会接受，因为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啊。就是新的民意来决定总统。如果要总统跟你们一起重选的话，那就是修宪嘛。对啊，我是说，国民党加上民众党的也可以来提看嘛。但我要讲的就是说，昨天卓荣泰院长的这个比喻，其实他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我如果1000块。我要我去餐厅点餐，你不可能要我点1200块，对不对？你叫我点一定要我点1200块，那你就只能把我赶出去，因为我就没有钱可以付啦。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不能达成立法委员所有的要求，你们就不给审预算，这也是很奇怪啊。这个下半年立法委员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审预算，好，包含你刚刚讲的什么进法补偿条例啦，包含什么公粮收购这一些东西。如果你们认为现在的中央总预算里面没有去回应相关的法条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应该在审查的过程去要求吗？这来不及。不，我觉得很多的法条在订定的时候不能追加预算。我当然我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嘛。我们议会对于蒋万安也要求很多的补助啊。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的是我下附带决议，要求你明年不让你的预算动支，这都是手段啊。那为什么只有不审预算这个部分呢？你看我们台北市啊的预算今年编了2440几亿哦，我们有52%来自中央。你知道吗？我们下个礼拜马上要进行这个预算审查了，我就要问蒋万安，如果你们的中央预算再不够，请问52%一定会到吗？那如果中央预算都没有过，那你哪里来的52%？我们到底在审什么？我们在审墙壁上面的数字吗？中央如果预算都不给地方议会怎么审这些相关的预算嘛？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去理性的面对。立法委员除了不审预算，除了就是把预算放在外面之外，你在审查的过程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手段可以去要求中央部会来配合编列相关预算。我觉得有点杞人忧天呐，因为预算是审到12月底，因为审到12月底，而且其实我们只有要求说依法就好，因为进法补偿条例是3读通过的法律，如果行政院可以决定说通过法律，他也没复议。总统也公告，他可以不遵守的话，那以后立法院3读没有意义的嘛，因为他可以不遵守。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审议的过程，因为当初他总预算送来，就是高金他们看的嘛，你这个没编嘛，请你撤回去重编，只要行政院赶快重编就没事了。就是高金他们看的嘛，你这个没编嘛，请你撤回去重编，只要行政院赶快重编就没事了。所以我觉得卓荣泰那个比喻是很奇怪，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员工去了之后，公司规定要你点5道菜，但带头的员工就是不肯点5道菜，他就我叫4道，多少钱我要用到别的地方，没有，你只要依规定多点5道，点那第5道。就结束了，大家都吃东西了。我听看其他人讲，任俊来简单补充一下，你要讲什么？没有啦，我觉得卓荣泰那比喻是不对的啦。好，因为进法补偿条例的那个部分，它原始的条款第1款跟第2款就已经有讲，而且那个是从105年开始，也就是那个2016年开始就已经有2万了嘛。OK， 然后它的106年起是3万，那个是旧有的啊。
啊，柯建铭原先在9月的时候，他说这个案子要提起释宪啊，那为什么前面2次你今天有这个定的这个时候，你也不提释宪嘛？而且左荣泰那个比喻，我老实讲，我觉得是一个适当的，因为对立法院来讲啊，如果立法院是个餐厅啊，他是告诉你讲说我的餐厅的菜单是1200块啊，你今天只跟我说你只带1000块来，然后跟我讲说你不准出1200块，因为他是明白入法的这件事情嘛。如果今天在法的这件事情上面，我可以带头就说我不管。那我老实讲，那这个法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不是到6月4号的时候多出一条这个，而是它在前面已经有第1款跟第2款的基础上面，它加了一个第3款嘛。那明凤，现在这僵局怎么办？因为我看协商，我也不乐观，明天协商一定会过。那接下来怎么办？不是啊，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争议有3点嘛，其中一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其他2点是所谓的决议的问题。决议，所以我觉得，问题是你们也不退回啊，退回人家才能够重编嘛。你又卡在那里。要再讲。立法院你就先退回，然后他就给你再做那个进法那个部分是依法的。你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个东西啊。那你后面的就是决议，那不然立法院你随便搞个决议，我就全部都听哦。那不可能。但是法律上面明定的东西呢，我觉得行政院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是不是？不是讲说用原民基金，说后来他们讲用原民基金，对，可以调整，是可以调整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你就明定说3万变成6万了，你也没有说这个什么基金可以使用或是怎样嘛。所以说这个东西，那否则你就去协商说，我一定保证用这个东西已经调到6万，我才可以，我就是我也是上会也是在骂国民党骂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期里面有所谓依法的部分，还是要依法处理啊。OK， 可是这整件事情，或者他是表面上看是总预算案，然后为了这件事情大家僵成这样，但是大家讲说私底下其实还是一样嘛，朝野之间。包括蓝白就是要展现他们的实力，包括执政党当局来讲的话，就是不能退这一步，甚或还有民党的委员会直接跟卓奎就讲说，不能跟不能跟妖魔妥协，然后妥协以后就怎么，类似像这些，这还是国内整个政治环境的一个缩影啊。没有，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的状况，就是说你左荣泰是提油救火啦，讲白了是这样啦，你就说你在协商的前一天，你去 po 那个脸书那个点菜说，对不对？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餐厅对客户负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应该是立法院是客户啊，你才是厨师啊，对不对？再一个就是说，你跟人家讲倒阁，拜托，人家党主席还被你压在里面，你说我们倒阁来重选，你是民众党，你会怎么想？对，你是黄国昌，你怎么想？所以他现在状况说，对于卓荣泰来讲，最好的状况，其实我觉得他最好的状况就是大家继续去盯，不要审，反正预算都今年照样用，延续性的都照样用，然后呢，你在党总有一天要退，你越晚退，你原本现在有3个半月可以慢慢审预算，你越晚退成1个月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多时间审，我是不是坐火车坐云霄飞车就过了？对民众对卓荣泰来讲，这样压力最轻。可我也必须要讲，我必须要跟，就说这个事情。法律上一直在党站的主角，但我必须要跟在党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他应该要切开来看的。这个事情不是预算的事情呐，是行政院不愿意遵守法律的事情呐。这个是挑战，就是挑战立法权。你是无视于立法权，所以这个东西要其实可以切开来，总预算归总预算，宪政层次这件事情，我要你卓荣泰一定要道歉。以前的时候，连战那时候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时候，最后立法院就是不让他进来啊。那个张俊雄在停建核四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这个事情要把它上升到宪政层次啊。你最后卓荣泰，我不只要重面还要道歉，但是其他的照样审。因为总预算这件事情，老百姓其实他可能根本不清楚你们中间到底是什么，他只知道总预算案没有过，然后被卡在那。老百姓可能知道的是这个而已。对啊，所以你说应该是拆开过，不是应该拆开啊？因为他可以不遵守这条法令，他就可以不遵守另外一条。所有的法令最后怎么执行都变成行政院说了算。这个事情不能把它只看作钱。OK， 所以我觉得钱的部分你可以让他先走，但是这件事情要追究到底。我跟你行政院没完没了。来这边，我认为就是说大家所说的这个法律不遵守，如果大家真的认为非常严重，就如刚刚所说的，那你其他预算先处理嘛。你其他预算先处理嘛。你针对于进法补偿条例，如果你认为中央政府没有依照相关的法条去做处理，不是有一定的程序吗？包含释宪
对不对？包含大法官的视线，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处理。可是你现在处罚的是所有的人民，没有，你现在处罚所有的人民，你总预算都不审查，然后就如大家所说的，你接下来会越来越少的时间可以去审查总预算，那就是立法委员在偷懒啊。为什么要让所有全民负责？这个我解释一下，因为行政院它是一整个总预算，它不能单独说原住民的先不审，然后其他先付委，这没办法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其实过去民进党包括赖清德自己当立委的时候，他也做过，他也要退回总预算，所以退回总预算其实也是一个审议的过程。那你为什么不退呢？行政院可以撤回嘛？现在协商嘛？退嘛？你们不敢退嘛？其实才差10几亿而已，我就不懂为什么他这么坚持。不退呢？我不懂为什么他这么坚持，就10几亿，他就是不要。不敢退，就讲别人。刚刚武哥讲的这个已经不是真正在讨论说什么禁法补偿条例你不尊重我啦什么什么的，它就是一个蓝绿的它就是一个蓝白跟绿的斗争嘛，它就是一个政治斗争，就是互相要叫嚣而已。如果是这样子，大家不会在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蓝白也不一定会得利。OK， 不过现在看起来，将军，我们现在最近出现的一些新闻，包括农业部战争存粮的一些的东西，然后包括我们有没有那时候不是本来讲说教育部有没有叫高中生要签什么，后来说没有，然后还是要撤，类似像这些，那我们现在是在做备战，当然我们一定心态上面一定要做足所有的相关自我防卫的一些准备。对。可是我们现在的这所有的步骤已经开始进入到实践的过程了吗？这个已经不是真正在讨论说什么禁法补偿条例你不尊重我啦什么什么的，它就是一个蓝绿的它就是一个蓝白跟绿的斗争嘛，它就是一个政治斗争，就是互相要叫嚣而已。如果是这样子，大家不会在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蓝白也不一定会得利。OK， 不过现在看起来，将军，我们现在最近出现的一些新闻，包括农业部战争存粮的一些的东西，然后包括我们有没有那时候不是本来讲说教育部有没有叫高中生要签什么，后来说没有，然后还是要撤，类似像这些，那我们现在是在做备战，当然我们一定心态上面一定要做足所有的相关自我防卫的一些准备。对。可是我们现在的这所有的步骤已经开始进入到实践的过程了吗？本来就该做，而是以前没做。我先讲这个战备存粮的问题。这个外岛3个月，本来就该做。我在外岛服役的时候，民国84年就是3个月。3个月，对。我们现在呢？现在有没有落实我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落实哦。那个时候你管第1类、第3类、第5类，就是管粮、管弹、管油，每一季都会有从国防部、陆军司令部，然后到防卫部，到我们各据点去抽查。它不是抽查你够不够哦，它是抽查你能不能用。有的摆到过期的，你没有翻堆嘛，你要堆3个月的那个存粮，你要翻堆，把快要过期的拿出来吃，然后把新米放进去，它永远要保持3个月。以前都有做，那国防部会有这样的作为，是不是不做了？或者是疏失了，或者是不落实了，所以重新开始要求。这不止我们外岛，其实本岛。在全民那个叫做那应该叫做每一年的玉山兵推，它都会依据全民总动员汇报，每个地区的囤粮一样是3个月，那是不是都没做了？法令都在，没做了，没有做翻堆，没有做储存。那如果没有做，这样做是对的啊，本来就该做啊，依法。那我讲到全民防卫动员法的问题哦，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在5哥的节目就说过了，我带部队去演习，汉光演习。我到了某个学校，我说你们的军事勤务队嘞，你知道那个教官拿出个名册说都在这里，我说你确定动得了啊？他就说，因为北辰我跟你讲啊，这做资料嘛，做资料，到时候能出来几个就阿弥陀佛。我听的是心慌慌，因为你们都认为不会打仗，所以这就是做名册而已。可是如果教官有他的苦衷。他说：“当我要把这个名册落实，让每一个人去签名的时候，就是这2天发生的事。就是这2天发生的事，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所以这个名册在不在？一直都在。可是没有一个教官会笨到去拿给学生签名。那可是他拿去给学生签名，对不对？对呀，应该要给他签名啊，不然他怎么知道？那所以我就讲嘛，这就是计划作为跟现实的环境产生的落差。
那么你说有没有解？所以有国民党立委说修法，我赞成修法，我赞成修法，就是你定了做不到修。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以前这个全民动员法做的时候，那个时空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学生啊、高中生以上，他们比较集中，他们比较有组织。可是现在在于各社区有很多比高中生还有组织的组织，包含了巡守队，包含了一些民防团，这些的组织，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在桃园开了一个会，你知道有民防团的人举手说什么？你知道？民防团规定70岁以上不能参加，我要抗议。我75岁，我老当益壮，我要继续参加。你知道这个组织可能比学生还好用。可是将军，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是媒体上报道是老共所谓的蟒蛇战略。对，我们目前以您自己评估，我们在面对他们蟒蛇战略，包括封锁啦，包括很多的这些。那对我们来说，那当然你说冲击一定会有，会。可是除了这个冲击以外，对我们来说，我们熬得过去吗？蟒蛇战略，蟒蛇就是把你围起来，缠死你，围起来，缠死以后再吞，那如果缠不死呢？缠不死就蟒蛇死，真的缠不死就是蟒蛇要死，所以也就是说你台湾要够坚韧，他即使围了你，我们就来看谁撑得久。各位想想看，你是在台湾这个陆地上撑100天容易，还是解放军在海上围100天容易？大家想想看，蟒蛇是把你缠死了才能吞，所以蟒蛇希望你赶快断气。那可是如果不断气了，那蟒蛇就死掉了，它就精疲力竭，蟒蛇就死了。所以我才说，我们不希望打仗，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战争。但是呢，台湾的国防跟民心的韧性要建立起来。你要让这个蟒蛇它缠不死你，看谁先死。如果元之很简单问一下，因为每次讲到这个，一定会讲到我们的天然气存量啊，对不对？因为这非常重要嘛。那这些在评估上面怎么样？因为今天早上那个经济部是有讲啊，他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安全存备总量安全那个储备总量可以到14天嘛，14天啊。那为什么会讨论到这个？因为台湾并没有产天然气嘛，绝大多数的天然气都是来自于海外运进来的嘛。万一两岸真的很紧张的时候，假设台湾被围台的话，那进不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存量。那经济部的说法是说14天没有问题。那如果真的暂时要拖时间的话，我们会把就是已经除役的就是已经除役但是还可以用的那一些燃煤的机组再拿来使用啦，他是这样子讲啦。但问题是之前美军啊是有讲说那个安全储备的那个总量应该要到48天。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部分他们还是要去研究啦，到底实际上应该是要多少。好，那这个不然大家会担心。然后第二个，刚刚将军讲那个全动法，我解释一下哈，因为全动法这个东西，教育部做法一直在改变。去年呢也发生过争议，那时候说要上传到系统，然后后来呢忽然说那先不用。就今年呢忽然又开始之后，那个家长骂爆之后，教育部第一时间否认说没这回事。第二天呢，那个教育部长就讲说有但是我们不会教学生去打仗，只会教他做一些防灾啊什么的事情。但问题是这个他叫学生填那个服勤同意书，他的法源依据全动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支援军事作战。那既然这样子，国民党就想说好。你现在讲的跟法规定根本就不一样，然后每一年都在改，那不如这样我们就修法嘛，把学生拿掉吧，把学生要支援军事作战的拿掉嘛，这样子就比较法律的部分跟实际做法就可以结合。OK， 那在未来来讲的话，当然两岸大家都希望能够春暖花开，尤其不要有任何战事的一些的纷扰。那可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自我防卫当然非常重要。刚才讲的这些怎么样能够落实，但是对所有的民众来讲的话，也不至于产生什么样一些的冲击。中华城这个案子，沈进京的严押庭。看起来到明天才会知道到底结果会是怎么样。那接下来一串联动的结果，对于柯文哲主席未来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全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